改完这版就睡。熬夜改 PPT 猝死，居然穿进了短视频里最火的老前班。在这个地盘，没钱没背景的特招生，连呼吸都是错的。哎呀，特招生，听说你昨天在食堂吃了2份免费的黑麦面包，真恶心，像难民一样。你敢用你那双碰过廉价公交扶手的手去接我这套定制的梅森瓷器，弄脏了我的杯子！保安，按老前班的规矩，把这个垃圾给我扔出去！林小姐，请。慢着，沈南桥，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定制的梅森骨瓷，那你知道它的保养规矩吗？你一个穷酸鬼，也配跟我谈瓷器？真正的梅森骨瓷，动物骨粉含量极高，釉面极薄，冲泡顶级红茶，水温绝不能超过85度。而你刚才泼我的茶水，明显是刚烧开的沸水，你连最基本的茶道常识都不顾。这种急于彰显财力却处处露秀的做派，真是把你们沈家新金暴发户的焦虑展现得淋漓尽致。胡说八道！把他给我扔出去，立刻！吵死了！赔偿钱，胜利司的规则本身，这压迫感才是真正的上位者。你是不是觉得老钱班是你家开的？裴少，是他弄脏了我的杯子。一只杯子而已，但你的尖叫声弄脏了我的耳朵。碍眼的东西确实该扔。既然杯子碎了，规矩就是规矩。沈南桥，作为生活委员，你负责处理后续，别再让我听到噪音。他这不是在帮我，他是在维护他的阶级秩序，把处理权交给沈南桥，麻烦大了。D 权限不足。抱歉，林小姐，您的生活账户已被冻结，无法用餐。我限制的，裴少说了，让我处理那件垃圾事。既然你赔不起100万的瓷器，我有权暂停你在胜利司的一切资源。你想饿死我，不仅是餐厅、图书馆、宿舍，你都别想进。皇家马俱乐部的马厩正好缺个清分工，你去那里干1个月，你的饭卡我就给你解冻。不去就滚出胜利司。想用切断生存资源来逼我下跪，沈南桥，你还是太嫩。胜利司的马术具俱乐部一直是沈家代管，暴发户怎么可能放过捞油水的机会？这批宣称从英国空运的特级木菊草，溯源码显示发货地竟然是国内的廉价农场，进货价却做高了5倍，私吞学院公款，沈南桥，你死定了！少爷，沈家把林小姐发配去清理马厩了，需要干预吗？不用。去通知沈南桥，说我要去马厩视察，好戏要开场了。林微雨，马粪清理的怎么样了？要是干不好，你今晚连桥洞都没得住。马粪没清理，但我帮沈大小姐清理了一下你们沈家代管的账本。你什么意思？上个月，俱乐部采购了50吨邓级木须草，账面支出800万。但我查了集装箱的溯源码，这批粮草来自国内的一家皮包公司，真实成本不到100万。利用生活委员的职务之便，套取胜利司700万的公款。沈南桥，如果这份审计报告发给校董会，你觉得你们沈家那个勉强挤进来的暴发户席位，还能保得住吗？你敢威胁我？这不是威胁，是交易。现在立刻把我的校园卡解冻，否则你的身败名裂就在我按下一个怀车键的瞬间。咬断了猎人的喉咙，这个女人我要定了。胜利司的规矩，无能就是最大的罪。从今天起，沈家交出俱乐部代管权。裴少，这只是账目上的一点小失误，我可以解释的。你的校园卡5分钟内会恢复。他不关心这700万到底是谁贪污的，他只在乎谁破坏了他的秩序。这就是裴长面，胜利司学院真正的掌权者，一个把所有人当棋子的疯子。南乔姐，俱乐部代管权丢了，沈伯父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大发雷霆的。我们先走吧。滚开！林微雨，
敢阴我，你给我等着！危机虽只解除了一半，但我得先填饱肚子。哎呀，手滑了。不过这种泔水一样的汤，加点巴黎的水，也算是便宜你了。怎么，以为裴少给你解冻了饭卡，你就能在胜利司喘口气了？明天的座位点天灯拍卖会有强制的验资门槛，拿不出50万验资证明，你连进拍卖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到时候你只能滚去做最后排那个丢人现眼的低等仆人做。多谢沈大小姐提醒。林微雨，人贵在自知，别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翻身。沈大小姐这话说的倒是不错，只希望明天你也能这么自知。你想用50万的资金壁垒逼我认输？座位代表着阶级，阶级代表着资源分配。这场仗我不接也得接。不过，比起砸真金白银、玩极限杠杆和心理战，现代金融圈的社畜还没怕过谁。牌局才刚刚开始。他往图书馆去了，真是可笑。以为多看2本书就能变出50万溢资款吗？带人把图书馆的大门给我堵死！一只下水道的老鼠也配呼吸胜利图书馆的空气？告诉他，这就叫阶级壁垒。哟，这不是我们的清粪工吗？沈大小姐可说了，特秋生身上有马粪味儿，污染了图书馆的空气，今天禁止入内。这是吗？你装什么神弄鬼？赶紧滚！管理员，系统显示，这位挡路的同学在上个月利用学生会特权违规外借了3本限制级绝版古籍，至今未还。你胡说！你敢黑进校董会的借阅系统？这在审计学上叫公开数据合法获取。按照老钱班规矩，违规窃取古籍者停卡3个月，并记大过1次。现在立刻给我滚开，或者我现在就把这份违规记录上报。你给我等着！找到了。第7章第12条，凡为学院挽回重大财务损失的特许贡献者，无视资产门槛，享有学院最高席位过免权。700万马厩亏空的审计报告，就是我的免死金牌。规矩的漏洞找到了，但我还需要一张能让我顺利跨进拍卖场大门的假门票。50万印资，我给你造个5000万的，而且是美金。只有静态页面骗不了人，加上动态的 256D 实时加密锁图标，再写一个伪造的服务器拼值延迟，模拟跨国数据传输的加载顿挫感。最后一步，5000万美金足够把沈南游那点可怜的家族现金流榨得一干二净了。少爷，林小姐强行占用了主控终端，需要我切入后台看看她到底在查什么资料吗？查吧，穷途末路了，看看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少爷，林小姐她在终端机外层套了一个木马诱饵，我不仅看不到她的屏幕，她甚至在反向试图获取我的地址。在裴家的地盘上黑裴家的网，别动他，让他玩。
我倒要看看这只空腹的蛇明天怎么吞下一头大象。南乔姐，林微雨在外面全息终端区待了半个多小时了，一直在疯狂敲键盘，不知道在干嘛。敲键盘？他以为这里是网吧吗？明天就是拍卖会，拿不出50万的验资证明，他连进门的资格都没有。你立刻去群里放话，任何人如果敢在今天借给林微雨1分钱，就是跟我沈家过不去。明天他要是交不出钱被当众赶出去，我照样要踩碎他的脸。是，南乔姐，那我再去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捣鼓什么。去吧，拍几张照片回来，让我乐一乐。诱饵抛出去了，沈南乔，欢迎来到胆小鬼博弈的牌桌。$5000万，这不可能！他明明是个特长生。可是界面的加密锁都是瑞士银行的，南乔姐，他大概真有这么多，背后甚至可能有海外财团。难怪他这么嚣张，我绝不能让他在老钱班翻身。南乔姐，现在知道他有多钱，岂不是可以抬死他？什么意思？等他出的钱高于5000万，咱们不跟了，这样他钱不够，岂不是丢了大面？到时候我还能用较低价把位置抢过来。给我联系财务，明天我要拿钱砸死他。警告，将给予12万资产验证办。机器坏了，我爸昨天刚打的钱，让我进去，放开我，我要见我爸！带下去。装的再镇定也没用，本小姐今天等着看你的好戏，小心别被保安像狗一样赶出来哦。看到了没？他是个骗子！保安，立刻把他给我扔出去！一 VIP 资产验证通过，海外信托账户余额充足。尊贵的顶级贵宾，请入场。本小姐跟你说话，你是聋了吗？少爷，安保系统后台警报，林小姐刚才使用的二维码套了一个极深的虚拟杀仓，直接绕过了全球银行直连 API， 她卡里其实1分钱都没有，要我派人把她清退吗？用零元卡黑掉系统，大摇大摆走进来，清退他干什么？走吧，去主位。我倒要看看这只空手的狐狸今天准备撕碎谁。欢迎各位尊贵的来宾，胜利斯3年1度的座位点天灯拍卖会正式开始。猎物已经把脑袋洗干净了，可以收割了。各位，欢迎来到老钱班每年1次的座位竞拍局。再次重申核心规则：1人1局，竞拍成功者自动锁定当前座位，系统将立刻剥夺其后续所有竞拍资格，严禁2次举牌。而直到最后一个座位拍出，仍未拍得座位的同学，将被直接划入底层的无人区。
现在普通座位竞拍正式开始，100万，150万，200万，谁也别跟我抢第3排。34号座位成交，12号座位成交，成交，成交， 210万，成交，成交，成交。林微雨，等谁呢？ 6000万，7000万，7000万！南乔姐，第2排和第3排的位置全被抢光了，连最后排靠窗的位置都拍到300万了。急什么？给我把手放下！你长点脑子！林微雨那个贱人到现在连一次价都没出过，她卡里捏着整整5000万美金的免死金牌，那些破普通位置她根本就看不上。那她想要哪个？林微雨是想借着那5000万直接拍下副座，一步登天。我不会让她得逞的。各位，所有普通座位已拍出。沈南桥，笼子已经关上了。最后一件拍品，裴少身侧的特权副座，起拍价1000万人民币。2000万美金。少爷，林小姐的账户资金依然是0，但她触发了竞拍，要拦截吗？哼，有意思。空手套白狼套到我头上，别动，让他玩。4000万，5000万美金。林微雨，你还有吗？不会出不起了吧？5100万美金，哪来的100万？我就看你装！本小姐不要了，让给你了。沈大小姐，你确定？不抢了吗？其他位置可都被别人拍走了，留拍的话，就只能去做散发着穷酸味儿的仆人位喽。林微雨，死到临头还做。我知道你那海外账户里只有5000万，待会儿你付不起钱，被当成狗一样赶出去，这个位置自然会重新起拍，我照样能用赌价拿下。林微雨，你想骗我，我不会让你得逞的。5100万美金一次，5100万美金2次。真是不巧，刚收到100万，你的狗传递消息的速度太滞后了。你炸我！不加价的话，就乖乖滚去垃圾桶旁边的仆人座吧，沈大小姐。还有5100万，如果他再加价，我就得滚去仆人区。不，我堂堂沈家大小姐，绝不能和保洁阿姨坐在一起，我会被整个老钱圈笑死。5100万美金3。1次、2次、3次，成交！恭喜沈南乔小姐拍得特权副座。裴少在看我，他终于注意到我了。只要能搭上裴长斌这条线，成为裴家少奶奶，区区3个亿算什么？这钱花的值。林微雨，穷鬼终究是穷鬼。现在立刻给我滚去做你的仆人位，那位置跟你挺配的。那恭喜你了，3个亿买了个座位。董事长，不好了，大小姐刚刚把公司预留在海外准备付尾款的流水资金全给转走了，5000万。
5000万人民币，这死丫头又要买什么？不是人民币，是美金啊！折合人民币3个多亿啊！他备注的用途是买学校座位。什么？3个多亿买个破座位？疯了吗？公司现在南城项目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这笔钱一动，供货商明天就能去法院申请查封我们。董事长，您怎么了？董事长，您醒醒！我这就叫救护车。先别管我，快联系总行，把那个逆女的账户给我全部冻结！快呀！有请沈南乔小姐移步前台刷脸支付。沈大小姐太霸气了，3个多亿买个座位，这才是真正的实力。我看以后老钱班除了裴少，就是沈家说了算了。林微雨，看到了吗？这就是阶级，在真正的资本面前，你依然只配去后面那个散发着酸臭味的仆人区待着。第一，您的所有关联对公及个人账户已被最高权限强行冻结，支付失败。不可能，机器坏了，我刚刚才查过，现金流明明已经就位了。第一，该卡已被挂失，交易拒绝。这台机器肯定出故障了，再试一次。一，余额不足，交易拒绝。搞半天是打肿脸充胖子，没钱装什么大款？连卡都被冻结了，沈家的资金链不会是断了吧？真是丢尽了老钱班的脸。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本小姐有的是钱。家族董事会紧急夺权，您的所有权限被剥夺。不，这不是真的，我爸不会有事的。我的钱是你逼我加价的，林微雨，你害我！小姐，虚假竞拍，恶意扰乱胜利司最高秩序。您的竞拍资格已被取消，请您出去。放开我！我是沈家大小姐，我要坐在裴少边，我不要去仆人区！放开我！对了，其实你花5200万买的这个教训，一文不值。什么意思？这只是一个我昨天晚上在图书馆随手写的一个连后台数据库都没有的前置 UI 界面。假的，全是假的，1分钱都没有。沈大小姐，仆人座现在真的是你的了，你看这座位多好，很省钱。林微雨，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这只是一个我昨天晚上在图书馆随手写的一个连后台数据库都没有的前置 UI 界面。假的，全是假的，1分钱都没有。沈大小姐，仆人座现在真的是你的，你看这座位多好，很省钱。林微雨，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由于买家违约，该特权座位重新起拍，起拍价1000万。特教生，你没有竞拍资格，退回仆人区。根据胜利司建校章程第7章第2条，凡为学院挽回500万以上财务损失的特许贡献者，享有学院席位过免权。我帮学院找回了700万公款，裴少，规矩就是规矩，这个空位我做的合法合规，不费一兵一卒，让最狂妄的人破产，再用我的规矩拿走最好的位置。林微雨，这一局算你赢了，请坐。
我爸不仅没收了我的黑卡，还把我的生活费降到了2000块。我在这里吃糠咽菜，忍受屈辱。而林微雨，你一个靠坑蒙拐骗上位的穷酸特学生，凭什么心安理得的坐在裴少身边？你不配！这是裴氏财阀旗下北美区上个月刚提交的内部风控财报，3分钟找出这份恐报里的致命漏洞。找不出来，这个位置你今天就不用做了。哦，不需要3分钟，几秒钟的事。开曼群岛的壳公司和瑞士的信托账户在同一笔大装品交易上做了双重对冲，他们利用时区的时间差，把一笔亏损做成了2笔利润。这种低级的离岸避税做账手法，账面虚增了3000万美金。我圈出来的这行数据，就是他们遗漏的马脚。林微雨，你这双眼睛真不错。凭什么？凭什么裴少要对那个穷酸鬼笑？南桥，你可是堂堂沈家大小姐，何必跟一个马上就要被退学，甚至面临牢狱之灾的底层人置气？退学？你没看到他在教室里有多风光吗？裴少生性冷漠，只是图个新鲜罢了。你真以为一只野猫混进了狮群就能安稳的活下去？林微雨这种底层人根本不懂胜利司最核心的学术规矩。南桥，明天就是胜利司商业沙盘模拟考核了，你记得吗？沙盘模拟考核那又怎么样？这份机密考卷可是由校董会旗下最顶级的智库联合编写。如果这份代表着财阀商业机密的考卷在明天开考前不小心出现在了林微雨的书包里呢？按照校规，这可不是简单的记过，而是要永久开除学籍的。到时候看他还笑得出来吗？欣然，你太聪明了。只要他成了贼，裴少这种最讲究规矩的人，绝对会觉得他恶心透顶。可是，谁能把试卷放进他的包里呢？哎呀，我只是随口一说，开开玩笑而已。偷试卷风险太大了，你可千万别当真啊！快上课了，我先回教室了，那我先走了。玩笑？不，这是把林微雨送进地狱的唯一机会。林微雨，你给我等着！林微雨，明天的太阳升起时，就是你的死期。放在外面太容易被看出来了，必须塞到最里面。林同学，午休时间都不去休息，还要用黑咖啡提神。清理胜利司的账本，就像清理下水道的淤泥，确实需要提神。那就祝林同学下午的时光能一直这么精神。不对劲，顾欣冉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毒蛇，但他刚才的微表情太愉悦了，愉悦到几乎要掩饰不住，似乎在期待着什么马上就要发生的好戏。底层社畜的第一生存法则，在弱肉强食的办公室里，永远要在自己的抽屉和办公物品上做微小的记号。拉链和胶度角不对，肩带重心偏了，有人动了我的包，而且动作很慌乱。机密考卷，原来这就是顾欣冉期待的好戏。栽赃的手段也太粗糙了，沈南桥，你以为把这要命的东西塞我，我就成了贼？将计就计，这出戏
我陪你们演下去。好啊，既然蛇已出洞，不打说也不过去啊。简直是胆大包天！校董会亲自押运的沙盘模拟机密考调，居然在眼皮子底下失窃。主任，那封匿名举报邮件里说，亲眼看到有人把东西带进了老钱班的教室，要直接搜查吗？搜！不管是哪个家族的少爷小姐，敢动校董会的核心机密，一律按退学和移交司法处理。所有人立刻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放在桌面上，任何人不得离开座位半步。就在10分钟前，教务处保密柜遭到破坏，本次沙盘模拟的最高机密考教失窃。我们接到确切举报，赃物就在这间教室里，现在立刻进行地毯式搜查。报告主任，我刚才午休的时候看到林微雨神色慌张的在捣弄他的书包。他一个底层的特考生，为了能通过考核保住奖学金，什么下贱的事情做不出来？我强烈要求先搜他的包。南乔，你别冲动。虽然林微雨同学平时是极力尽力了一些，但偷窃机密可是重罪，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指控同学呢？万一搜不出来，微雨该多难堪啊！是不是指控？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好啊，搜。搜！不可能！夹层，有没有夹层？真的是机密考卷！天哪！林微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主任，立刻把他开除，报警把他抓起来！沈南乔，你栽赃之前都不提前做一下功课的吗？主任，这份机密文件的火漆印章上涂有胜利司安保处特制的微量荧光防伪粉，只要没有戴专用的福建电手套触碰，防伪粉就会死死附着在皮肤上，3天洗不掉。你胡说什么？你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是裴少告诉我的啊。我们无话不谈哦，闲聊起这次考试时无意中聊到的。我这几天在查马术俱乐部的账，这支紫光笔刚好带在身上。如果是我偷的，我的手上为什么没有荧光粉？主任，不如照一照沈大小姐的手。沈大小姐是你自己承认，还是被照出来抓到？这2种惩罚可不同哦。不是我！真够烦的，沈南乔，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选。是我拿的。沈南乔，你等着被开除吧！裴少，不是说坦白从宽吗？我知道错了。既然你主动自首，记大过处分。再有下次，开除！林微雨，你又炸我！沈南乔，刚犯错又殴打同学，回家反省2周。你没事吧？没事，胳膊磕了一下，不严重。不是我，有人推我。从来不笑的人，今天居然笑，事出反常必有因。看来这老钱班里也不全是蠢货。无话不谈。林微雨，下次磕的就不是手臂了。丢人现眼的东西！偷试卷被当众拆穿，还被记了大过，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爸，是林微雨那个贱人陷害我。闭嘴！从今天起，停掉你所有的卡，给我滚回房间禁足，
没有我的允许，半步都不准踏出家门。欣然，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恨不得杀了林微雨。杀人犯法，南乔。但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老钱班的规矩，还是可以的。你可以趁伯父睡着偷溜出来，把他约到正在翻修的西区百年艺术副楼。他怎么可能听我的话乖乖过去？你就发短信说你在家反思过了，想当面给他道歉，并给他一笔赔偿金，求他原谅。他那么穷，听到有钱拿，一定会去。到时候你在那儿安排几个小混混吓唬吓唬他，只要避开监控，谁知道是你干的？好，我要让他跪在地上求我。林微雨，你给我走着瞧！等林微雨在大厅中央的吊灯正下方时，切断承重绳。那个沈家小姐说，只是让我们去吓唬吓唬人啊，万一出人命，拿了钱就闭嘴，意外事故而已。那要是误伤到沈大小姐怎么办？那是沈南桥自己蠢，怨不了别人。记住，去把副楼四周的小灯电闸全部拉断，只留大厅正中央那一盏。虚光是人的本能，断了四周的电，他们自然会走到最亮的地方。林微雨，你太聪明了，留着是个祸害。至于沈南桥，刚好给你陪葬。拿着钱赶紧给我滚！记住，清除痕迹。是。林微雨，我偷溜出来了，我在西区艺术副楼等你，我想当面给你道歉，并且给你一笔补偿。地址是底层社畜防诈骗第1条，事出反常必有妖。沈南桥那种暴发户太妹，发信息从来不用完整的句号，也绝不可能低头道歉。这口风这么严谨，像是顾欣然的风格。不是我，不是我，沈南桥，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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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敢狡辩！假意道歉，借刀杀人。顾欣然，你比沈南初有趣多了。我倒要看看你们布了什么局。麻烦帮我办理一下借阅。另外，2楼地区的空调好像有点冷，能麻烦您去调一下吗？我还要在那里看一整晚的书。好的，顾小姐，您可真愿功。谢谢。死亡时间到了，而我有管理员的人证、系统的电子时间差，以及这颗完美记录我一直在这里看书的摄像头。林微雨，你拿什么跟我斗？切口平滑，用的是工业级的绝缘液压剪。沈南桥雇的那种街头小混混，绝不可能做得这么专业干净。先断电孤立现场，再控光引诱。顾欣然，你还真是煞费苦心。林微雨，你还真敢来！你还真以为我会给你道歉赔钱？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惹我的下场！来人！给我教训教训他！幼稚！沈南桥，你被人当了活板子，还要帮人数钱吗？看看你头顶。
为什么这上面怎么会掉东西下来？我明明只是找人吓唬你，故意断掉四周的电，让我们本能的站在灯下。因为你的好朋友不仅想让我死，还想让你这个木精人一起死，顺便把蓄意谋杀的罪名完美的推给你这个发短信骗我出来的。你说什么？是欣然，他要杀我！警察，不能报警，我爸会打死我的。搞清楚状况，有人在高空抛物蓄意谋杀，我已经报案了。老钱圈喜欢用规矩掩盖罪恶，那我就把公权力拉进来。顾欣然，现在该你睡不着觉。请二位配合我们调查。好的，长官。听说了吗？昨晚艺术楼那边出大事了。听说了吗？昨晚艺术楼那边出大事了，好像是脚手架塌了，沈南桥被砸断了腿，大半夜被救护车拉走了。更恐怖的是，警察来了，说是立了刑事案，现场发现了被割断的绳索，怀疑是蓄意谋杀。警察？林微雨那个疯子居然报警了，他不仅没死，还把事情闹到了警方那里。那几个拿钱办事的混混，千万别留下指纹。明知道那是沈南渠发的假短信信，还敢去赴局，就为了把他变成你的污点证人。裴少，钓大鱼总得下点血本。沈南桥只是个没脑子的饵，真正藏在背后控光不杀局的那条毒蛇，现在应该已经被警车的声音折磨得神经衰弱了。以身入局，把公权力引入胜利司的私权领地。林微雨，你真是一个让我越来越欣赏的疯子。裴少过奖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居然真立案了，警察连不在场证明都查了3遍，沈南桥这次不会真要坐牢吧？是啊。这年头，做坏事连最基础的物理隔离都不懂吗？艺术楼的智能电闸确实能用跳板机黑进去，但他们大概不知道，安保系统刚升级过，主板带有独立供电的云端日志缓存。不可能，我用了3层海外调崩机，但万一内网真留了物理后门呢？只要今晚安保处一恢复主板数据，谁在昨晚11点45分远程切断了灯，真实的 MAC 地址和 IP 就会一目了然。顾欣然，今晚你还睡得着吗？今晚警察一定会去提取日志，如果顺着 IP 查到我的备用机上，为了陪哥哥，我好不容易建立起完美的形象，绝不能因为林威言身败名裂。瑞士跳板机接入，胜利司外围防火墙破译。该死，安保系统真升级了，强行爆破会触发警报，我需要一个有内部权限的替死鬼账号。第一，验证通过。反正你已经是头号嫌疑人了，债多不压身。Delete。死无对证，林微雨，你还有什么能耐？狐狸露出尾巴了，拿别人的账号当肉盾，顾欣然，你还真是够毒。死无对证，林微雨，你还有什么能耐？裴长居说的没错，聪明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太相信自己的智商。狐狸露出尾巴了，拿别人的账号当肉盾，顾欣然，你还真是够毒。
可惜你选的这把刀早就锈透了。既然你想让沈南桥死无葬身之地，那我就成全你，顺便帮你这位完美名媛留个底。沈南桥，你真是死不悔改！不仅涉嫌谋杀，昨晚还敢登录校内网销毁电闸操作日志。校董会决定罪加一等，再追加你停课反省2周。什么销毁日记？我昨晚疼得连手机都没碰过。哼，系统显示的登录账号和 MAC 地址就是你的备用设备，你就在家好好反省吧。我的备用设备，我的密码只有欣然知道，是他。南桥，你的密码太简单了，为了安全，我帮你改了个复杂的，记在我的备物录里，你随时问我拿。他不仅要砸死我，现在还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死死钉在我身上。我的备用设备，我的密码只有欣然知道，是他。他不仅要砸死我，现在还要把所有的罪名都死死钉在我身上。你个逆女，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蠢东西？学校的电话又打到我这里来了，说你不仅涉嫌谋杀，还敢销毁证据，你非要把沈家作死才甘心吗？爸，不是我。你说什么？是顾欣然，他想杀我，还把所有的罪名的灰都推给我。算了，你这条腿都这样了，学校那边我会去花钱打点。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了。顾欣然，你好狠！如果不是林微雨拉了我一把，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顾同学，用别人的账号当挡箭牌，夜里睡得安稳吗？林同学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南桥自己做错事，我也是很痛心的。没关系，那个用来登录南桥账号的真实 IP 我已经截取了。物理隔离做不好，就别怪数据会咬人。我们来日方长。林微雨，你给我等着！来看我笑话的，林微雨，你给我等着！来看我笑话的，我没那么闲，我的时间很贵，只用来解决麻烦或者结盟。顾欣然干的，对吧？他想杀我，还把销毁证据的罪名推给我。看来还没蠢到无可扶摇。艺术楼那晚，谢谢你拉了我一把，我欠你一条命，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了。我们不可能做朋友，但我不会再是你的敌人。聪明人的选择，不过光有选择不够，还得有筹码。我知道你想对付顾欣然，我会把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你。成交。其实我以前觉得自己爱惨了裴少，但躺在病床上的这几天，我才想明白，我根本不爱他，我只是迷恋他身上的光环，迷恋那种能被所有人仰望的虚荣。虚荣救不了命，从今天起，我要好好读书。林微雨，你小心点，顾欣然那是个没有底线的疯子。你也是，别再断腿了。我这人虽然记仇，但更记恩。卸下伪装的纸老虎，终于长出了骨头。顾欣然，你的死期到了。卸下伪装的纸老虎，终于长出了骨头。顾欣然，你的死期到了。私生女也配来裴家聚会？你妈就是个捞女！闭嘴，太吵。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他是唯一为我开口的人。
从那天起，他成了我深渊里唯一的光。裴哥哥是我的，沈南桥那个废物，不仅没砸死林微雨，还把自己折了进去。林微雨，你一个底层的垃圾，凭什么坐在他身边？顾同学，一直盯着别人的虚幻投影看，可是会走火入魔的。林微雨，你以为搞垮了沈南郊就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胜利司的水比你想象的深得多。下周的校董家长会才是真正的修罗场，像你这种浮萍，一个浪头就会被拍碎。那就试试看，看看是你这条躲在暗处吐信子的毒蛇咬得快，还是我这把用来查账的审计刀hold得更准。有意思。伯父，南桥的腿好些了吗？我这几天一直想去探望，但学校规矩严，我实在走不开。不太好，那丫头也不知道怎的，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跟丢了魂一样。南桥太单纯了，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个特生林微雨仗着帮裴少跑过几次腿，现在在班里作威作福。南桥去艺术楼也是被他算计的。反了他了！一个穷酸丫头，敢踩到我沈家头上！伯父息怒，下周就是3年一度的校董家长会了。我听说林微雨最近在利用学校电脑非法爬取各大家族的财务抵账。如果伯父能在校董会上提一嘴特学生涉嫌窃取商业机密，不仅能名正言顺的把他开除，还能替南桥报仇呢。好得很，还敢看我们的财务抵账？谁给他的胆子？校董会上，我非扒了这丫头的皮！南桥，今天顾家那个私生女来找我了，她让我去校董会上当枪使，弄死林微雨。爸，艺术楼的吊灯就是他切断的。他不仅想杀林微雨，他连我也想一起砸死。好一个借刀杀人！真当我这个新贵是在泥巴里滚大的蠢货，敢动我女儿！沈董现在不忙着准备我的黑材料，跑来这满是灰尘的旧秦屋找我这个穷学生做什么？林微雨，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做个交易。哦，沈家可是新贵，跟我一个特朝生有什么交易可做？顾欣然想在明天的校董会上用窃取机密的罪名弄死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你留了南秋一命，没把他逼上绝路。今天我帮你把顾欣然那条毒蛇的7寸给打了。沈董果然是聪明人，既然您愿意来做这个碟中谍，那咱们就给顾家演出大戏。顾欣然不是想指控我窃取各大家族的机密吗？那就满足他。这账本看起来倒是挺唬人，但如果顾欣然找专业团队核对，一旦发现账目对不上，这戏不就砸了？沈董，这是真账本。什么？真的？你真干这事儿？我写了一组隐藏触发程序，直接链接了顾欣然母族企业近3年来在开骂群岛设立空壳公司，进行非法资金转移和逃避巨额税务的真实流水证据链。这份文件您泄露给顾欣然，告诉他这就是林微雨偷出来的账本。只要他在校长会上连入学院的主控屏幕，按下全屏展示的那一瞬间，文件瞬间变换，整个老钱圈和郑家会的代表将第一时间欣赏到顾家洗钱的底。哈哈，好一招请君入瓮！他这是拿着刀砍向他自己的家族。林小姐，你这招绝了！林小姐，静候佳音。顾欣然，绞肉机的电源我已经接好了，就看你按不按这个开关了。沈伯父，这么急着叫我出来，是那件事有眉目了？弄到了，这就是林微雨电脑里藏着的账单备份。
我花重金找了海外的顶级黑客拷贝下来。沈伯父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有了这个物证，在明天的最高校董会上，林微雨就是有100张嘴也解释不清他为什么要在暗地里窃取各大家族的财务机密了。你放心，那个死丫头害得我女儿南桥颜面尽失，明天在会上我一定带头施压，让校董会直接把她踢出胜利司，移交商业调查科。事成之后，裴家少奶奶的位置我占了，自然有沈家一份功劳。林微雨，裴哥哥身边的位置，你算是做到头了。底账，真的是底账。少爷，刚刚传回消息，沈董最近频繁接触顾家那位小姐，半小时前在林荫道完成了一次物品交接，他们似乎在筹谋什么。另外，我们的人还发现，昨晚深夜，沈董曾秘密前往旧琴房和林微雨小姐见过面。有意思，沈老虎居然变成了双面谍。需要我派人去查清那个 U 盘里的内容，或者直接截活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吗？不用去查。吩咐安保部，明天的最高校董会门禁标准刻意放低，给几家主流财经媒体的主编发匿名邀请函，允许他们带着摄影设备进入外围。这么精彩的好戏，没有观众，岂不是浪费了？戏已经排好了，顾欣然，期待你明天的表演。站住！校董级别会议，闲杂人等与无家长陪同的学生一律禁止入内。微雨，这里不是老全班的教室，不是你靠着伶牙俐舌就能进的。没有背景，连这里的门槛你都跨不过去。快回宿舍吧，别丢人了。是吗？那我走了。只是想羞辱他一下，他怎么投降的这么快？他如果不进去，待会儿校董会上的大戏，谁来当那个跪地求饶的主角？沈伯父，您来了。欣然啊，辛苦你在门口迎宾了。伯父，林微雨连门禁都过不去，这样走呢？如果他不在场，待会儿怎么当众戳穿他的真面目，替南桥出气？不如您随便找个借口把他带进去，让他亲眼看着自己是怎么身败名裂的。还是你聪明，放心吧，交给我。林微雨是吧？我今天正好缺个拎包的临时助理，你跟我进去。谢谢沈董。顾小姐安排好了，等会儿我就引出林微雨偷窃机密的事。沈叔叔是个聪明人，今天配合我踩死这只老鼠，沈家的资金链，顾家会拉一把。蠢货，敢拿我女儿当枪使，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沈董，核心会议带个特小生进来，符合规矩吗？我最近眼睛不好，借调这孩子来做财务记录助理的。让他站着，开始汇报。各位校董、裴少，我有一件关乎大家利益的恶劣事件必须揭发。特考生林微雨利用黑客技术，非法窃取了各大家族的核心财务机密。什么？难怪他刚才鬼鬼祟祟。裴少，这种商业间谍必须移报警方。裴少，如果是真的，说明裴家的安保成了晚序，裴家得给大家一个交代了。顾同学，空口白牙要负法律责任。你说我偷机密，证据呢？死到临头还嘴硬，这就是从你电脑底层截获的数据，铁证如山。
顾同学，插进去前最后提醒你一句，打开别人的盲盒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确定要公开？怎么怕了？晚了？各位校董，今天我就要撕下这个特厨生的伪装。他利用学校的系统后门，林微雨，他利用学术非法窃取了在座各位的财务数据，企图进行敲诈勒索。现在我就把他窃取的罪证公之于众。大家看，这就是他窃取的我们各大家族的。这是什么？这不可能！顾欣然，你这是几个意思？你母亲的公司做假账洗钱，掏空了国内的资产，你居然拿着这些底单到胜利司的校董会上来实名举报，你是疯了吗？你想把我们在座的顾氏投资人全拖下水吃牢饭吗？不，这不是那份账单，这是假的。沈伯父，你给我的那个 U 盘明明是林微雨窃取的数据，怎么会变成底账？是你干的，对不对？顾小姐，你受刺激太大，乱喊什么？我什么时候给你东西了？这会场里几百双眼睛看着，大屏幕上的绝密文件也是你亲手按出来的。我可是清清白白的老实商人，你可别想把脏水往沈家身上泼。你阴我，你们合伙阴我！把自家逃避监管、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绝密底单亲手投屏给全校董会和证监会的代表看。顾欣然，你这份大义灭亲、整顿金融秩序的崇高觉悟，胜利司的百年校史一定会为你重重的记上一笔。这头伪装成羊的狼终于呲牙了，还挺可爱。顾小姐，顾氏企业洗钱是家族默许的吗？您公开播放这份账单，是顾家内部夺权的手段吗？别拍了，滚出去，都是假的！拔掉它，只要黑屏他们就没有证据。没了，黑屏了，你们不能乱写！顾欣然，你拔得太快了。你什么意思？在 IT 审计的安全防卫机制里，有一种东西叫死守系统。没有点击弹出就物理拔出 U 盘，刚好触发了我写在底层代码里的最高权限指令。你说什么？现在那份2.5亿的逃税账单已经通过暗网协议自动超算给了证监会、税务总局以及是真的！顾氏原版 PDF 高清账单，快发头条！林微雨，你这个魔鬼，你毁了我！自作自受，从此就没有豪门顾家了。引蛇出洞，关门打狗，自己不用脏手，还不忘叫来全城的看客公开处刑。林微雨，你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放开我！我可是顾家的千金！妈，你怎么来了？妈，救救我！是林微雨，是那个贱人和裴少、沈家联手设的局。别叫我妈，顾家不生产你这种资不抵债的废物。妈，你在说什么？这一巴掌是打你蠢。顾家花了那么多钱把你培养成顶级名媛，是为了让你作为纽带去吊住裴长君这尊佛。结果你倒好，亲手曝光家族税务造假的证据。我只是想让林微雨那个穷鬼消失。看看吧，开盘10分钟，
顾氏股票全线跌停，顾欣然，你干个好事！证监会的人已经进场查封账目了，你父亲说要把你从族谱里除名。不会的，我是爸爸最宠的女儿。那是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现在你只是顾家唯一的可以变现的存货。我已经把你许配给了东南亚矿业的王董，他虽然50岁了，丧偶2次，但他手里那笔过桥资金刚好能弥补你犯的过错。不要，妈，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头，我喜欢的是裴哥哥，裴少会帮我的，求求你让我见裴少一面，他只是在跟我生气。裴长倩，你真以为你那点拙劣的演技骗得了谁？裴家的风投部现在正带头做空顾家，他们正拿着你送上去的税务漏洞，准备把顾家的盘子吞下去。冉冉啊，一只被拔了毛还带着瘟疫的野鸡，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彻底清理掉。裴哥哥，他要吞并我，带走，连夜送去机场。这就是老钱圈最底层的逻辑，在这里，血脉是资产，婚姻是交换，而亲情只是在估值溢价时才会被提及的赠品。没有了利用价值，所谓的千金小姐也不过是货架上待价而购的抵债品。顾欣然，为了这个连骨头都要吞掉的阶级，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值得吗？少爷，顾家核心供应链已断，利用恐慌抛售，我们成功恶意收购顾氏重工，裴家此次获利保守估计60亿以上。顾家早该被清理了，只是没想到替我递刀子还把刀磨得这么快的，会是个特考生。少爷，我们在清算资金流向时，发现一笔100万的游资加了10倍杠杆，精准踩在顾欣然 U 盘曝光的前1秒做空，10分钟前刚套现离场。在我的绞肉机里抢时，赚了多少？连本带利1350万。我们用天眼系统强行溯源，真实 IP 显示是胜利司学院的旧琴房。不仅借我的局杀了顾欣然，还顺手切走了一块蛋糕。林微雨，你到底还有多少胆量是我没见过的？老钱圈的规矩，没资本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知识就是金钱，原生资本，这不就有了吗？1000万的资金流向，他果然查到了。发这条短信不是为了追责，更像是一场正式的宣战与邀约。好啊，裴少，那明天就让我看看，你准备给我开出什么价码的合伙人合同。经校董会最高联合会议决议，鉴于林微雨同学在昨日顾氏集团财务风暴中展现出的超越职业水平的审计能力与胆识，为学院规避了巨大的税务连责风险，现正式任命林微雨同学为胜利司学院首席财务审计官。该职位直接对校董会负责，并由裴氏提供高级豁免特权。即日起，老钱班所有成员的个人账目与积分评估皆在林审计官的管辖之下。顾欣然欠你的利润已经打入了你的海外信托，加上这枚徽章，买你做我裴长银的执剑人，够不够？裴少，1000万做空利润买我的投名状，价格很优厚，但如果是做合伙人，还得看你给不给得起更大的盘子，比如胜利司的底牌。如你所愿，审计官。林小姐，这是您的审计办公室，已接入学院服务器全流量监控权限。在这个培养品里，金钱是氧气，阶级是水源。从前你们靠阶级定资源，这胜利司的规矩现在也该打破。
裴长青用一枚徽章买我做执剑人，但这把剑往哪儿刺，得由我说了算。既然拿到最高权限，我倒要看看这群老怪物在背后洗什么黑钱。评估数据库，这不是财务系统，这是用来评估人的。楚言，上届老前班首席，淘汰原因：私下动用基金资助破产同学。评估结果：触发共情剥夺红线，判定为残次品。这里根本不是精英学院，这是一个财阀圈养无情机器的培养皿。他们用丛林法则逼迫继承人互相撕咬，谁动了恻隐之心，谁就会被判定为残次品。善良在这里是死罪。没有弱点，冷血指数100%。不，一个连心跳都要被系统监控，被彻底剥夺了人性的完美品本身，就是家族首领。最可悲的，提线木偶。抑制剂的剂量越来越大了，这种要把灵魂从骨血里剥离的痛觉。长君，让你把顾家的盘子吃下来，你为什么偏留了东南亚那条航线没动？留个漏风的气口，才能逼其他校董为了抢肉互相消耗现金流，这叫杠杆牵制。别找借口！黑金鸢尾花底层监控显示，你在操作顾家退市的那10分钟里，被压制的心率出现了异常变动峰值。是因为那个叫林微雨的特学生不仅没死，还趁机在你的盘子里赚了1000万。你对一个底层蝼蚁产生多余的感情了？我的事轮不到破电脑系统来管。你是裴家制造出来的最锋利的刀，刀不允许有感情。为了证明你没有生锈，明晚的校董内部晚宴，把那个特学生带来，我要看着你亲手打断他那只用来查账的手骨，否则我不介意换一个002号继承人。连心跳的频率都不属于自己，稍微有情绪变动就要被判定生锈。原来高高在上的门阀太子爷也不过是个拴着电子狗链的囚徒。裴长青，既然我们都是这冷血棋盘上的祭品，那我就看看明晚的鸿门宴，是你先打断我的手，还是我先帮你斩断那些提线。老太爷的指令是让他今晚打断我的手。在老钱圈的斗兽场里，防守只有死路一条，想要活命，就必须比拿刀的人更疯。这是什么？黑金尾花系统的底层代码，包括被销毁的残次品名单。裴少，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原来你根本不是在定规矩，你只是被规矩锁得最死的那条狗。林微雨，你以为带上徽章就能踩在我的头上了？怎么被戳痛了？常年服用强势神经抑制剂，每一次心跳都要接受冷血算法的评估。你接到的指令是今晚打断我的手骨，对吧？你现在就可以打断我的手，或者直接掐死你。可是裴长君，杀了我就能向老太爷证明你是个完美的冷血机器了吗？别装了，你纵容我在你的盘子里抢断，根本不是为了打破无聊，你是为了找一个能帮你咬断提线的疯子。好，既然你这么想上赌桌，
那就让我看看，你这个疯子，到底有没有本事咬断裴家这条勒了100年的玄铁线。林小姐，少爷吩咐换上这套衣服，如果您的手自己动不了，我们可以代劳。连遮掩断骨丑态的手套都准备好了，裴长君戏做得很足啊。今晚这只手，就当是买下裴家长孙的筹码，很划算。车内有监听，我们现在依然是猎手与猎物的关系。你在找死吗？我在测你脖子上的项圈，够不够紧？听说了吗？裴老太爷放话了，今晚就是专门处决那个特学生的。老太爷的指令是让裴少亲自打断他的右手，看他以后怎么当首席审计官。嘘，裴少的车到了，好戏开场。来吧，裴长君，让我看看你的投名状。动手啊，001号，让我看看你这个完美的提线木偶，敢不敢砸碎枷锁？反了！这个畜生反了！少爷，你疯了！你敢砸碎老太爷的眼线，这是在向家族宣战！剥夺继承权程序一旦启动，你将一无所有！继承权，我什么时候在乎过那种施舍来的东西？天哪！天哪！裴家核心资金流正被强行抽离，你干了什么？那是裴家命脉！这5年，老头子真以为我是条听话的狗。我一边吃着他喂的药，一边利用这双手，把裴家1/3的血脉彻底抽空了。不好意思，裴家资金转移的防火墙，是我10分钟前刚攻破的。滚回去告诉老头子，从今晚起，我不做他的提线木偶了。这盘棋，我要做执棋的人。你爷爷的动作比我想象的快，他正在全面冻结你国内的身份权限和物理资产。他以为切断弓弦就能把一头狼重新饿成狗。微雨，你怕死吗？光脚不怕穿鞋的，既然要掀翻这个培养品，就不能只抽走资金。胜利司的地下藏着黑金鸢尾花的物理主机，毁了它，老钱班的阶级规矩就彻底成了一堆废铁。你怎么知道这个？裴长君，你教我的第一课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所以我留了一手。查了你爷爷30年来的所有公开与非公开交易记录，那个算法不是用来控制市场，是用来控制人的。事不宜迟，我们走。防火墙我能黑进去，但最后一道物理锁需要裴家直系血亲的最高权限。第一，生物基因核对通过，系统最高权限解锁。走。
去拔了裴家的主机电源。这里面好冷。别废话了，快开始吧。防火墙在反扑，还需要60秒。不用管外面，就算是死神来了，这60秒我也替你摁在门外。是 CD 向爆破，低头。少爷，你太低估老爷子的手段了，真以为你们能毁掉裴家100年的主机？老头子既然知道我会来，怎么自己躲着当缩头乌龟？老爷子说了，既然完美品出现了感情瑕疵，那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今天这台主机，连同你这个瑕疵品，还有那个诱发瑕疵的特招生，一起销毁。糟了！魏宇，安会者，完美品，你这个疯子！实力循环排饭，系统已彻底粉碎。魏宇，你做到了。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堂堂门阀太子爷，为了一个底层垃圾连命都不要。林微雨，这就是你教他的反抗。现在你们都得死。你真以为我们今晚只是来砸几台破电脑的？主机粉碎，触发的是死守系统。我刚才敲下的回城键，不仅删了主机，还把裴老太爷这些年暗中做空其他老派家族的底账，设置了群发操作。敢开枪，我立马发出去！我要你们整个裴家，今晚就为他陪葬，还不滚回去通知！怎么办？今晚任务是杀了他们。事关重大，必须回去禀报老太爷。人什么时候都能杀，但嫡长这件事，老太爷不会允许发生。现在不发，等你们控制我吗？把水搅浑了才好摸鱼啊！你一定要活着，你死了，这场局我一个人赢也没意思。走了，太子爷，接下来该你醒了。你的脊椎骨裂了3处，医生说你现在该躺在 ICU， 而不是去会议中心。老头子在校董会的爪牙还没死绝，今天我若不去，裴家这盘棋就永远翻不了。把衣服披上，推我过去。既然你连命都敢赌，那我就陪你把这掀桌子的局杀到底。你们裴家欺人太甚！原来所谓的老千班，只是你们用来评估弱点，准备一口吞掉我们的屠宰场。各位冷静，这是误会。那些系统数据全是那个特生林微雨伪造的。只要今天联合罢免裴尚坤，驱逐林微雨，裴家愿让出3个免税港作为补偿。少爷，你没死啊！伪造，特使先生，你的那张骗人的嘴是不是该更新了？裴家准备吞并你们的海外资金流向，全是我在防空洞里亲自破译的物理配分，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老头子准备下个月切断你们核心供应链的具体执行名单和做空比例。不可能！
我的运输线，裴家居然已经暗中做空了80%，上面连我私生子的账号都一清二楚。你们裴家不仅要吞我们的钱，还要断我们的后。如何呢？又能怎？保安，安保主管在哪里？把这2个叛徒抓起来，把他们扔出去！特使先生，你还没搞清楚状况。你是在叫裴家养的狗，还是在叫胜利司的安保？各位，我爷爷他已经老了，他追求的是绝对的带入坟茗的掌控欲，所以他妄图吞并你们所有人的血肉。但我不同，我和我的合伙人手里握着裴家1/3的离岸信托资金，这些钱现在就锁在你们面前的这台电脑里。现在大家的时间都很贵，裴老太爷对各位的核心产业已经完成了80%的做空布局，如果不截断，明天股市开盘，在座的一半人都要去跳楼。现在我们要玩一场互惠的游戏，只要各位现在签署这份联合声明，投票彻底废除胜利司那套以门第划分阶级的黑金细企，我和裴少手里那1/3的裴家命脉将作为无息过桥贷款，在10分钟内注入各位的账户，填补被做空的资金缺口。裴少，我投赞成票。我也赞成废除黑金系统，我们要独立审计权。这是裴家的基业，老爷子不会放过你们的。特使先生，请你立刻滚出胜利司，顺便转告裴老太爷，裴家的天要变了。不要，求求你们不要！林微雨，你不仅斩断了勒在我脖子上的那根玄铁线，你还亲手把整个裴家吼到了我的面前。裴长全，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也不是捧给你。从今天起，胜利司这片名利场规矩由我一起。挑一件，今晚的毕业晚宴，既然要宣告新王登基，你理应是全场唯一的焦点，也是唯一的女王。林小姐，这件是巴黎高定州的压轴款，最衬您的肤色了。穿上它，您绝对是今晚最尊贵的公主。裴少，你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俗气了？女王可从来不穿这种半角的蕾丝。这不符合老前班毕业晚宴的传统 dress code。用我上个月从你们顾家盘子里做空赚来的1000万，请意大利独立设计师连夜裁出来的战袍。裴长居，今晚我不仅要和你并肩掀翻那张桌子，我还要让老前班所有的瞎子都看清楚，我林微雨能站在这里，靠的不是门阀太子的施舍，我的资本是我自己一分一毫真刀真枪赚回来的。很好，只有穿着这身铠甲，才配得上做那个能咬断裴家玄铁线的疯狼。黑色很好，换上它吧，我们去给旧制度送终。听说了吗？内部绝密消息，裴老太爷的机房昨晚被炸了。也就是说，现在胜利司的最高华山人真的变成裴少和那个特学生林微雨了。何止啊！我听说连校董会的特使都被裴少当众踩在了脚下。完了完了！当初沈南桥带头把林微雨关在马厩里欺负的时候，我们可都没少在旁边笑话他，甚至还踩过他的书包。他那个睚眦必报的性格，今晚该不会挨个清算我们的家族产业吧？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待会见到他，都给我把头低下！准备好了吗？门后全是准备吃人的恶狼。没了黑金系统的牙齿，他们不过是一群待宰的家犬。那就走吧，去宣告这个腐朽帝国的死亡。他真的带着首席徽章来了。1个月前，
我站在这里连踏上地毯的资格都没有，而现在，他们连我的影子都要恐惧地避让。首席审计官阁下，赏光调制开场舞吗？荣幸之至。害怕吗？过了今晚，这个上流社会就要被我们彻底拆骨扒皮了。害怕裴长欢，我只怕这把火烧的还不够旺。张教授，您可是圣莱斯的元老，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一个底层的特考生带着首席审计官的徽章，在我们的毕业晚宴上耀武扬威？一个女人罢了，也敢在我们面前放肆！哼，野鸡就算飞上枝头，也变不了凤凰。我去教教他什么是老钱圈的规矩。林微雨，你以为自己拿到了审计权限就能飞上枝头了？这终究是老钱圈的晚宴，你穿成这样，还大张旗鼓的和裴少跳开场舞，未免太不懂规矩，太不守你一个底层特学生的本分了。本分？张教授既然这么喜欢谈本分，那我们就来看看您的本分到底值多少钱。张教授，您的本分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原本属于特教生的全额奖学金名额，以每年200万的明码标价，倒卖给外面的暴发户用来镀金吗？你血口喷人，这是伪造的！你这是污蔑师长！我林微雨做账，从来不需要污蔑。作为胜利司新任首席风纪审计官，我正式通知你，你被解雇了。不仅如此，经济犯罪调查科的人已经在校门外等您了。保安，把这个不守本分的蛀虫给我请出晚宴。放开我！我可是资深教授林微雨，你啊！干得不错。前菜吃完了，接下来该上主菜了。各位，毕业晚宴举杯庆祝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聊，胜利司繁荣的脚下，到底踩着多少人的尸骨？你们真以为老钱班的阶级规矩是为了保持血统高贵？不，那只是为了筛选出最冷血的机器。胜利司不是学院，它是裴家建造的一座培养皿，为了剔除人性，制造杀人机器。唐缺，你疯了！你想毁了裴家的名声吗？名声？不如先听听那些被你们吃下去的冤魂怎么说。2年前，特究生陈宇熬了无数个日夜写出的专利，被学院以规占用资源为由强制剥夺，送给了某个校董的儿子。你们以为富人就能幸运？上个月，王家少爷为了通过黑金系统考核，被迫交出挚友的税务漏洞。他亲手将兄弟送进监狱，只为了向系统证明，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和平精英。疯了！切断电源，快把赔偿书给我拽下来！裴少，
既然这把火烧起来了，不如再加一块炭。被销毁的受害者名单。在这个吃人的阶级绞肉机里，穷人是随时可以被牺牲的垫脚石，而富人也不过是系统用来维持运转的提线木偶。没有人是赢家，无一例外。所以，从今天起，胜利司这套陈旧冷血、令人作呕的阶级评估制度彻底作废。由林微雨首席审计官主导起草，并以强制植入学院跟服务器胜利司新评选与资源公开制度，将于今晚0点正式生效。从今往后，胜利司没有特招生，也没有老钱班，所有的项目、奖学金和顶层资源库全部解密公开。所有人不看血统，只凭能力上桌吃饭拿资源。规矩改完了。怎么，裴少准备留在这里接受他们的顶礼膜拜，当个救世主了？笼子都已经亲手被我拆了，谁还稀罕留下来当这破笼子里的王？另外，我裴长坤在此正式宣布，无限期辞去胜利司学院包含校董在内的一切职务。我和我的合伙人要去奔赴一片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天地了，各位好自为之。背部的伤口裂开了。没事，学院里的这帮蛀虫只是些没用的枝叶，真正的根还在裴家老宅的那个老头子身上。去车库，我来启动黑色指挥车。今晚就算天塌下来，我也陪你把那座老宅子连根拔起。裴长金，老宅内外信号已全面覆盖，无死角。记住，只要你心跳超过120，不用你指令，我会直接黑掉老宅所有安保系统，带行动组冲进去，别硬扛。放心，微雨，20年，我等这一天比谁都冷静。此刻我的心跳稳得很，稳到能看清每一步棋。这里曾是我20年的牢笼，是我日夜想要逃离的地方。那些年的束缚、控制，那些所谓的教育，今晚我要亲手拆了它，讨回所有本该属于我的一切。你赢了外面那些小角色又如何？在裴家，我就是规矩。回来是求我原谅。爷爷，您还是这么自信，自信到狂妄。您觉得把我关在这里，剥夺我的一切，磨灭我的感情，把我变成一个没有喜怒哀乐、只懂服从的机器，这就是您口中所谓的继承人教育？不然呢？裴家的继承人不需要感情，不需要软肋，只需要足够的狠辣和绝对的服从。
掀了礼堂，又闯我书房，你这是想学那些疯子亲手弑祖吗？弑祖？我没那么脏，我是来替我父亲找您拿回他的命，讨回您欠他的一切。感情是弱者的毒药，你父亲当年就是太软弱。我父亲的死真的是因为他软弱吗？15年前，他求您带我母亲离开，您为了强行留下继承人种子，亲手切断了他车子的电子制动装置。您以为抹平了记录，就真的没人知道？一派胡言，那是意外。这是林微雨利用黑金系统底层镜像向强行破译的指令记录，他死于您的一意孤行。闭嘴！你给我闭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裴家，为了裴家的100年基业，我有错吗？基业？为了所谓的基业，你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狠下心痛下杀手？你所谓的基业，就是用亲人的鲜血堆砌起来的吗？林微雨在那份数据里还发现了一段音频，车子失控时，他明明能跳车，却为了护住副驾驶的母亲，硬生生把所有撞击力留给自己。您杀死了裴家100年来唯一拥有灵魂、拥有感情、不被权力裹挟的人。您毁掉的从来不是一个儿子，而是裴家最后的温度。老头子，您猜他临死前在想什么？是后悔生在这个冰冷的裴家，还是在庆幸终于可以不用再当您的提线木偶了？我步步算计，苦心经营一辈子，我做的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裴家。为了裴家，爷爷，你何必自欺欺人？你从来不是为了家族存续，只是沉溺于你那病态、偏执、不容反抗的掌控欲。你痛心过吗？你心里第一时间权衡的是裴家动荡下跌的股价，是家族脸面，还是他最后看向你满是心碎与失望的眼神？长雀，我知道你恨我，别走，求你别走。只要你愿意留下，愿意原谅我，我立刻签署全部资产过户协议的时候，亚洲区全部房产地产，海外3座优质矿山，股权、实权、财富全部都给你。裴家以后全部由你做主，我再也不干涉分毫。爷爷，你现在拿出来想挽留我的这些资产，看着庞大光鲜，实则早已空壳。它赖以生存运转的核心供应链渠道合作商，在上周就已经被我和林微雨联手全部切断、转移、架空。这些巨额资产现在已经无法运转、无法变现、无法盈利，不过是屏幕上一堆冰冷跳动的数字，没有资金流向，没有实际价值，一文不值。拿去吧，这是裴家历代家主的信物，裴家以后靠你了。别像我一样，太晚才明白，刀太快了会伤到自己。就这么个破玩意儿，染了多少人的血？爷爷，您说为了这玩意儿，值得吗？它是裴家的命脉，是规矩。规矩？这玩意儿戴着不咋好看，我嫌丑，您自个儿留着吧。长雀，你站住！你把戒指扔了是什么意思？裴家现在内忧外患，那些校董正在发疯一样做空我们的股票，裴家以后靠谁？你不管了，裴家就完了。既然您这么喜欢掌控，那裴家以后就靠您自己吧。就靠您自己吧。您亲手建立的帝国，您可以亲自看着它一砖一瓦的碎成粉末。我都快死的年纪了，我一个人怎么守得住那些疯了的校董？长雀，你回来！裴老先生，忘了告诉您，刚才进门时，您的私人保镖团已经全部签了离职协议，带走他们的人是我。你真的要走？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不，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能像个人一样活下去。5年前，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会死在这里。父亲，你没等到的自由，我得到了。裴长雀，你要是再晚出来3分钟，我就默认你舍不得那张龙形转椅，打算黑进裴家所有离岸账户，把剩下的那点现金全捐给流浪动物保护协会了。恐怕你已经捐不成了。审计官阁下，
我身上连一张额度超过1万的卡都没有了，现在一无所有，资产全留给那个快气死的老头子。林老板，我现在可是裴氏财阀最有名的流浪汉，看来以后只能指望林审计官赏口软饭吃。想吃软饭，那得看你这个001号完美品还有多少剩余价值。比如我刚收购的那家量化对冲基金，下个季度的多因子对冲模型还没跑通。既然你现在失业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我办公室入职。如你所愿，我的亲爱的。从前山峰峦起，现在一马平川。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如果有，那就由我们来打破。真就两手空空走出裴家老柴，100年门阀的基业，1000亿资产，至高无上的权力，你说丢就丢，半点都不心疼？基业再大，也是囚禁了我20年的牢笼；资产再多，也买不来不用吞神经寄制剂的日子；权力再高，也不过是爷爷手里操控提线木偶的丝线。比起这些，我更想要做一个有血有肉、能哭能笑的普通人。15年了，终于不用靠这个伪装成完美无缺的001号品，终于不用被监控心率，被规训情绪，终于不用活成一台没有感情的利益机器。你就不怕裴家彻底倒台，那些被你吞并过的家族秋后算账，找上门来报复？怕就不会跟你一起掀翻旧秩序。不过现在，我们必须先解决眼前第一个麻烦——沈父的人情。他帮我们联手扳倒顾家，在消毒会上反杀顾欣然，这笔账确实要算。他精明一世，不会白白做我们的道。他要的从不是金钱补偿，而是沈家在老钱圈真正的立足之地，摆脱暴发户的标签，还有给沈南桥一个不受打扰、能安心读书的未来。裴少，林小姐，我就知道你们会来。咱们一码归一码，上次的忙我帮得心甘情愿，但该兑现的承诺也该提上日程了。沈家助我们粉碎顾欣然的阴谋，瓦解裴老太爷的校董会势力，这份情我记在心里。直说吧，你想要什么？不再绕弯子，我要胜利司新制度下沈家合法的校董席位，不再被老钱圈层排挤轻视，还要保证南桥在学校能安心读书，不被裴老太爷的旧部不甘心的老钱子弟骚扰。可以，但沈家要帮我们盯着胜利司残余的老钱势力，尤其是裴老太爷留在学院的旧部，一旦有变动，立刻向我们汇报。成交。我沈某人别的不行，盯人做账查猫腻最在行，保证把那些跳梁小丑的洞底摸得一清二楚。谢谢你们。以前我沉迷虚荣，跟风霸凌，活得像个笑话。现在我只想好好读书，靠自己的能力毕业，不靠沈家的背景，不靠任何人的庇护，这是最明智的选择。靠自己挣来的尊严，比任何资本都牢靠。裴长俊，你毁了黑金原委化系统，断了我们所有家族的利益链，现在还敢推行什么资源平分、成绩优先的破制度，简直是做梦！你这是在砸我们的饭碗！裴老太爷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在老钱圈经营100年，旧部遍布各个财阀家族，我们随时能联合起来，把你和这个底层特学生赶出胜利司，让你们一无所有。旧部，我留给爷爷的都是些不堪大用的废物，你们真以为我敢彻底脱离裴家，会不留后手？你们以为自己的小动作藏得很好，趁着新制度推行，偷偷挪用奖学金，侵占公共教学资源，暗中勾结裴家旧部，图谋不轨，每一笔记录都在我手里。新制度不是商量，是既定事实。胜利司从今天起，不再是门阀培养冷血继承人的培养模，而是凭能力立足的校园。
要么遵守规则，凭本事吃饭，要么就跟裴家的旧势力一起被清算，彻底退出胜利司。我沈家全力支持林小姐和裴少，谁要是敢不服，敢搞小动作，就是跟我沈家作对，我奉陪到底。还在查黑金愿意花系统的残留数据，就算有碎片，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这个系统没那么容易彻底销毁，我怀疑裴家老宅还藏着完整的主机备份，爷爷一定会用它反扑。我们必须找到所有备份，彻底销毁，永绝后患。你说的对，爷爷偏执了一辈子，把权力当成命，绝不会甘心接受失败。他一定会拼尽一切重启系统，夺回控制权。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所有备份全部销毁，让旧秩序永远成为历史，再也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怕了，还是触景生情，想起了不好的回忆？不是怕，是恶心。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件家具，都沾着我父亲的血，都刻着被操控、被规训的痛苦回忆。那就彻底毁了这里，毁了所有承载痛苦与腐朽的东西，让这里再也困不住任何人。就是他，爷爷守住的最后希望。只要这台主机还在，他就永远不会放弃复辟旧秩序。3分钟，我就能彻底销毁所有数据，让这个系统永远消失。长雀，你以为我没防着你？早就知道你会回来毁了我的心血。这密室里装了神经性毒气，你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给我的裴家陪葬！快销毁数据，别管毒气，我来想办法开门。还有1分钟就能彻底销毁，别管我，你先拆门锁，不能让爷爷的阴谋得逞。爷爷，爷爷，你醒醒！我是你的亲孙子，你为了权力连亲孙子都要杀，你已经疯了！还有1分钟就能彻底销毁，别管我，你先拆门锁，不能让爷爷的阴谋得逞。爷爷，爷爷，你醒醒！我是你的亲孙子，你为了权力连亲孙子都要杀，你已经疯了！你毁了裴家100年基业，毁了我一生的心血，你就是裴家的叛徒！我清理门户，天经地义。搞定了，系统备份彻底没了。我早就在老宅装了应急控制系统，就是防着这一刻。开门。系统没了，旧部散了，你手里最后一张底牌也没了，还想反抗吗？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好过。裴家所有的资产账户，我会全部冻结，1分钱都不会留给你。我要让你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你以为我们还在乎裴家的资产？我们从一开始要的就不是钱和权力，而是彻底毁掉你这种腐朽的阶级规则，毁掉这个吃人的培养皿。你守着你的权力梦，守着这座空荡的老宅，慢慢老死吧。我们不会再回来了，这里的一切都与我们无关。裴长久，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林微雨，你一个底层特权生，凭借小聪明爬上首席审计官的位置，滥用职权，打压异己，偏袒特学生。我们全体校董一致要求罢免你的职位。校董，罢免我，不如先看看你们自己的罪证，再说话。从新制度落地到现在，你们表面遵守规则，暗地里阳奉阴违，利用职权谋私利，打压普通学生，每一笔违规操作都清清楚楚记在这里。我作证，这些都是我协助林小姐逐一核查出来的铁证，绝对真实有效。
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主动提交辞职报告，体面离开胜利司，要么就接受法律制裁，为自己的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太好了！那些压榨我们、维护阶级规则的蛀虫校董终于走了，新制度真的能实现公平了。以后我们不用再看财阀子弟的脸色，不用再被霸凌，靠成绩就能用一切，太开心了！干净利落，不费一兵一卒就清理了所有隐患，不愧是我的首席审计官。还没结束，最后一步，清理裴家留在胜利司的所有痕迹，让这座学院彻底摆脱门阀的操控。内服，摘掉。还有那个，拆掉。雪儿，记住，这是荣耀，也是枷锁。在想什么呢？这么入迷。在想我爸要是看到今天，会不会骂我败家？他只会骄傲，因为你亲手砸碎了他一辈子没能挣脱的牢笼。林小姐，裴少，裴家所有的徽章、标志、特权标识都已经拆除完毕，规章制度也全部更换完成。干得好，辛苦你们了，去休息吧。哎，好。从今天起，胜利司没有门阀，没有老钱班，没有特权阶族，只有平等的学生，公平的规则。每一个孩子都能凭自己的努力站在这里，而不是靠姓氏。父亲要是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很高兴。他一生追求自由与平等，却被家族责任困在高塔里，郁郁而终。如今，终于在我们手里实现了。他会的，我们完成了他没完成的心愿，毁掉了囚禁他的牢笼。还记得第一次见你吗？你在马厩里查账，那时的你眼神像一只警惕又凶狠的小狼，随时准备扑上来咬断敌人的喉咙。我记得更清楚，你站在沈南桥的生日宴上，当着全校的面摔碎他那只价值100万的梅森瓷器，只因为他说平民不配碰我的杯子。那时的你冷漠高傲，像高高在上的神明，让人不敢靠近，更不敢喜欢。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被家族操控的傀儡，我不再是那个只能躲在阴影里抗争的孤女。我们摆脱了枷锁，丢掉了伪装，终于活成了自由的样子。认真答题，遵守考场规则，成绩代表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结果才最有意义。我感觉考得很好，谢谢你们给我重新开始的机会，让我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未来的路要靠自己一步步走下去。以后我们不用住这种简陋的宿舍了，我可以给你准备舒适的公寓，不用再委屈自己。我喜欢这里，这里是我在胜利司的起点，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不要忘记为什么要掀翻旧秩序。好，都听你的。对了，我们的毕业手续已经全部办好，随时可以离开胜利司。终于，我们可以彻底离开这里，奔赴属于我们的新生了。裴少、林小姐，祝你们前程似锦，以后有空一定要常回来看看。胜利司永远是你们的后盾，沈家已将家族基金转为教育公平专项，未来10年将资助300名寒门学子入学，你们放心奔赴未来吧，这里交给我们守护。保重，我们会常回来看看，看看这里的公平与自由一直延续下去。沈家，拜托你们了，守护好这里的一切，守护好每一个努力的学生，无论他姓什么，来自哪里。
接下来我们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总不能真去环游世界3年吧？去哪里都好，做什么都好，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以开一家审计事务所，名字就叫破龙，用我们的专业能力，帮更多被阶级压迫、被资本不公对待的人打破枷锁，建立新的公平秩序。好，接下来看谁敢做假账，谁敢压榨劳工，谁敢用血统践压尊严，我们就用数据和法律把他们高墙的一砖一瓦拆干净。旧秩序已碎，新未来已来。从此无门阀，无牢笼，只有自由与并肩。